大家好，我是子丽。今天带大家来参观一个我带朋友管理的低维护的菜园，一个为比较忙的朋友或者度假的朋友设计的菜园。在这个20x20的小菜园里种了些什么？这个菜地的结构呢，主要是 cattle panel 做的爬藤架。现在外面虽然很热，在瓜棚下面还是非常凉爽的。这个菜地的左边呢，有3个 cattle panel 的爬藤架。今年呢，在这里主要是种了冬瓜，去年在这个地方呢是种的西红柿。搭了这些 cattle panel 以后，种菜就非常的省力，可以爬豆、爬西红柿、爬瓜。今年在右边呢是种了西红柿，大的西红柿，因为不太来菜地吧。后面呢是丝瓜，丝瓜呢现在刚刚开始爬起来，刚刚开始结瓜。在两边种的西红柿当中呢，就有空间让丝瓜爬过来。那到后来呢，西红柿拉秧了以后呢，也不种别的东西了，因为你看到这个地下是爬的南瓜，香芋南瓜，右边是爬的鱼刺瓜。有空档的地方我就让它爬，就可以压草，而且呢整个菜地也不显得很空。上面呢是爬的丝瓜，下面是南瓜，左右是西红柿。这块地在去年入冬以前种了很多大蒜，那前一段时间呢把大部分大蒜都收了，还有一些大蒜呢还留在地里，等明年春天的时候就可以吃蒜苔、吃蒜苗、吃蒜苔，还留了一些，现在不影响其他作物。在这个阳光比较好的角落里呢，我种了2棵雪莲果。雪莲果也是你在种的时候下足底肥以后就不太需要管理的一个植物，也没有什么病虫害，秋天来收获就行了。这个是自推苗的苋菜，每年都会出来一些。这些苋菜你把它摘了以后呢，它还可以边上出来枝。这里我种了一颗日本南瓜，这个日本南瓜呢不像H Mart 的那个南瓜。这个南瓜呢现在结了2个，我就让它在地上爬。这个品种好像是没有 Squash Vine Borer 南瓜藤蛀虫这个钻心虫的问题，长得还不错，到时候看一下是不是好吃。在这个当中呢，我种了2颗向日葵，一个是为了漂亮有花儿看，一个是吸引鸟吧去吃它的种子，不要来祸害我的其他蔬菜。边上还种了一个西瓜，这个西瓜今年种的是一种黄皮的红囊的西瓜，很特别的。现在这个地方呢，在瓜棚下光线有点少了，但是做猪了就可以了。之前这个瓜棚下都种了大蒜，现在拔掉了以后呢，我种了一些葱。葱呢，阳光好的话呢，长得更好；阳光差的话呢，也不招虫，就是偶尔收一点小香葱吧。在这个角落里边还种了章丘大葱，自己育苗的，现在蛮大的，需要不断的培土，以后的葱白的部分就会比较多。旁边是种了一颗南瓜，同样的南瓜，右边种一颗，左边种一颗，那2颗呢以后就爬在一起了。这边是玉米，韩国玉米，种的 Three Sisters。这个韩国玉米呢，它长得比较高，不像是老美的有些甜玉米很矮。我这里呢是和豆角套种的，豆角在这儿套种的话，可以顺着玉米的杆子往上爬。那光线还是差了一点，所以现在豆角有点被压制了。以后玉米收了以后呢，我就会把叶子都打掉，剩下这个杆子让它作为爬藤的杆子往上爬。韩国玉米很高，作为3姐妹种植爬豆角是正好的。阳光好的地方有的时候就有，这里就有4个，一般是2个可以坐住。现在这个时候呢，偶尔就这么摇一下，让它上面的雄花下来授粉。授粉好的话，里边的玉米粒就多一点。
这个玉米呢长在这个地方，不影响前面的瓜。这个瓜呢是佛手瓜，佛手瓜有点阴的话呢，特别是夏天的时候没有问题。我种了2棵，这一棵呢是让它一早爬上来的，右边这一棵呢我就想让它一直在下面，偶尔吃一点龙须菜，晚一些时候再让它爬上来。那前面呢就是冬瓜，种了2种冬瓜，一种呢是特早冬瓜，非常早熟，而且它结瓜的点位非常低。我这棵呢留了2个主枝，每个主枝上呢都很早就结了瓜，在上面本来有很多很多的雌花，现在都没有做主，就是说这个营养啊都被最早结的几个瓜抢走了。现在这个瓜看上去还蛮大的，我估计都有说是2到4公斤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会超过10磅了。我摘了一个自己掉下来的，它这个接点的地方比较嫩，尝了一下，嫩的瓜很好吃，煮排骨汤啊，入口即化，没有这种纤维的感觉，还挺好吃的。所以这种特早冬瓜呢可以种，特别是如果你盆栽的话，它占的地方特别少，2、3、4、5、6，就7、8个节点的时候它就开始做瓜了，不需要很多的空间。现在才8月初，很快就可以摘了，摘了以后你就可以拉秧了，又不占地方，又可以早吃，而且这个瓜的味道还不错。所以虽然没有像我希望那样后面结很多瓜，但是最早能够做住的这些瓜也是非常不错的。我这一棵结了3个比较大的，上面2个就没有做住。这里呢1棵结了2个，这个1棵也是结了2个，逐慢结瓜的，没有让它爬得乌泱乌泱的。那这棵呢是荷仔冬瓜，我在这个瓜棚里边种了2棵，左边1棵，右边1棵，上面就爬这个瓜架。我的 cattle panel 右边这个 cattle panel 是4个 cattle panel 连在一起的，这个呢是3个，我觉得分开来更加好一点，因为你可以进进出出的走动，它要爬过来很容易的就爬过来了，有一定的隔离，但是也可以捅在一起。这些冬瓜呢到了8月份9月份可以收了，那最里边的这个佛手瓜就可以占据整个瓜架子了。我觉得冬瓜可以多种啊，可以冬储，如果你菜地大的话，夏天种的菜来不及吃。那下面你看我还爬了西瓜，还种了一点葱，这些都是低维护的，因为不需要天天浇水，你一次浇透水隔很长时间再浇一下就行了。那这个爬藤架呢是4个 cattle panel 连在一起的，几乎把21边的菜地都从头到尾都 cover 住了。一个好处就是等它那个爬满的话，你在下面乘凉就特别舒服。那不好的地方呢，就是你走路不太方便，要从一头进来或者另一头进来，不能从当中进来。那今年在这儿呢种的是大的西红柿，这一排你看到的这些都是普罗旺斯，有不同的商家。我这里呢是 C 好的普罗旺斯，这个是北京农学院的一个品种，这个是寿和的，这个是小向阳的，这个地方是潍坊寿光的种子。在最右边呢我还种了一棵 Pink ID， 这个是农场的苗，我收留的一棵农场的苗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个高度从最外面的 Pink ID 到后面的普罗旺斯，它的苗的高度从最外面到里边越来越低。那你看第1棵我种的是我今年 Johnny Seed 买的种子，团购的种子还蛮贵的，所以就把最好的地方让给他了。种的时候呢也比较上心了一点，左边是没有遮挡的，所以阳光也最好，所以这一棵长得最好不奇怪。这个品种呢是农场的 greenhouse 喜欢种的一个品种，
在 Lex Farm 和 Gain Ground 他们都有种这个 Pink ID。这个西红柿模样非常周正，长得很均匀，也比较大。我们本来以为这个 Pink ID 就是普罗旺斯，因为都是荷兰的一个种子公司出来的产品。现在我们比较下来呢，跟普罗旺斯还是不太一样。过2天有机会和朋友一起 party， 我就带一些品种过去给大家尝一下，看看哪个品种口味最好。在另一边还种了一些大的西红柿。在口味上我比较喜欢的是 Brandywine Pink， 所以我今年又种了一次，希望它能够往上再涨一点吧。它产量不是很高，至少目前来看，虽然是在这个菜地的最外面，产量还是不是很高。我左边呢是种的Brandy Boy， 这个 Brandy Boy 呢产量就高很多，口味几乎比较像 Brandywine。Brandy Boy 可以种一下。这里的是一个意大利高产西红柿，现在底部的这些也开始红了，模样倒是蛮周正的，但是好像不是很高产。上去以后就没看到多少挂果了。大的西红柿在成熟的过程中吧，如果你的叶片都打得太早的话，它可能有晒伤。种了一颗鱼翅瓜呢，我就让爬过来的鱼翅瓜的叶子稍微遮挡一下，这样的话它就不会晒伤了。这颗可以采摘了，这个可以了，它没有被老鼠或者鸟啄过，就很感恩了。这个地方可能是鸟啄的，好像是鸟啄过的西红柿还可以吃，要是鼠辈们啃过的就不能吃了。今年种的一个值得推荐的品种就是这个 Groundswell， 你看结了不少，它这个形状有点像南瓜的样子，熟透了以后呢又是大红的，口味呢就是很传统的西红柿的味道。它可以长到2磅多，而且你看它结的果实比大部分的西红柿都高产了。那边上来这些都是，上去还有，所以这个品种我觉得可以试一下。这个是今年的最推荐的品种了 Burpee 的新品种。今年种的鱼翅瓜在这个角落里边，让它在西红柿的下面爬，可以压巢。大家都说鱼翅瓜很晚结，但是我好像已经结了几个了。在这个角落里边呢，我种了丝瓜，一颗3倍体的丝瓜。丝瓜是往上爬的，鱼翅瓜在地上爬，经常有不定根。这里它已经长好了。那今年我种了这个鱼翅瓜，还挺好吃的，是建新给我的一个瓜，当时保存了1年半，还新鲜着。结果发现特别好吃。你看这里有一个瓜已经结了，总算没有种一个寂寞，说不定还可以多收一点瓜。种了2颗3倍体的丝瓜，这一颗呢是大鹏之爱3倍体。这一颗呢上来以后啊，好多顶都被鸟啄掉了，所以长得不是很旺。另外一颗呢，底肥下的比较多一点，一长起来它就占据了这个瓜棚，同时结了不少瓜。这2天应该摘了，我一直没有机会到这里来拍视频，拍完了以后呢就可以摘了。像这样的硬度，这样采摘应该最好，它是没有种子的里边。我觉得这个3倍体的丝瓜吧，比一般的白丝瓜好吃，不发黑，味道鲜嫩，有点像苹果丝瓜那样的，而且它早熟，它结瓜的点位比较低。3倍体丝瓜是今年尝试下来觉得挺值得种的。